老夫人，义后生戚东家前来拜会。请他进来筛茶。是。老夫人这儿的茶一定是好茶，只不过戚某一介粗人，操惯了，尝不出这茶中的风趣雅俗来。无妨，再好的茶也是供人喝的。戚东家这是打哪儿来呀？陈家、潘家还是田家？依老身之见，恐怕你徽州做墨的都走遍了吧？老夫人，戚九乃是一个外乡人，想要在徽州这地界做点生意，那岂不是要拜见各家呀？不过当日在宴会上与老夫人初见一面，未能一叙，属实是可惜。所以今日特来登门拜访老夫人。老夫人，戚某有幸得此画作，是由谁作的画，已经无从考究。不过这画上的内容甚是有趣，还请老夫人过目。这是当画的人告诉我，这幅画作上描绘的是南唐时期西改李姓后，李墨宗师们沿河制墨的景象，甚是奇观。好。老夫人，齐九今日冒昧拜访，心下觉得李墨才是这幅画作最好的归宿。好，老身以茶代酒，谢过戚东家。戚东家既然想进墨业，那为何要开典当行，而非磨坊呢？老夫人，戚某有自知之明，对墨嘛不过是一知半解，贸然进入墨业，容易坏事。不若以七烟古墨为题，教考徽州墨业，择优而取。老夫人您言重，戚九岂敢教考各位名家呀？不过是这严大人刚上任，戚九又想在这地界做点小买卖，顺势而为，讨个彩头罢了。正可谓大政无商不活，大商无政不稳。戚东家，你这个买卖可是做的不小啊！老夫人，买卖是大还是小，都得看您啊。甄姑娘，在忙吗？甄姑娘，老夫人托我给你带了红茶，要不要歇一歇，喝一杯茶呀？无杂质，味清香，晶黑发亮，不错不错，确实是不错。不过这质感吧，和这超品烟台比起来，那是差了远了。哎，可惜啊，可惜，属实是可惜，可惜喽。戚东家有何贵干啊？老夫人托我给你带了红茶，要不要喝一杯？戚东家又是去找戚老夫人，又是来找我，
说吧，所谓何事？我就不能来看一看这七烟古墨制作的如何了？哎，别，既然开了，就别着急关上。戚某的确有一事相求。说。甄姑娘能否帮我说服老夫人，一起合作，共商墨事啊？哎呀，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戚东家前日刚刚去了田家，又去了陈家，今日又执意要跟李墨合作，究竟意欲何为啊？我是一个商人，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我当然是要寻找能够休戚与共的营商之友了。别说是李家，甄姑娘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也可以跟您合作。既然戚东家不信任我，也不愿如实相告，那你我之间也没什么可谈的了，请回吧。哎，甄姑娘，此言差矣。戚某说的都是实话。再说了，你想想看，你已经在严大人面前应下了七烟古墨一事，入局了，退不了了，所以干嘛不与我合作呢？有了我的相助，甄姑娘一定会事半功倍。我身在其中，这戚东家难道真不知我是拜谁所赐？哎呀，我说甄姑娘，不要总是恶意揣度别人，兴许这布局之人和你同样，执的都是黑子。眼不见风。明白。放这儿了啊。原来甄姑娘制墨之好手艺，皆源自这制墨古籍之技法。想必这是河源的墨迹。这么快呀？啊，您啊，这书卖我100两，您也不亏，知道吗？慢点，这可是孤白。就是这本墨迹。此书，你找人用快马给我大哥送过去。现在到了制墨的关键时刻，千万别有闪失。没想到啊，这戚东家真是博闻强志，对墨学古籍还有所研究呢。甄姑娘可否愿意忍痛割爱？戚某愿意花重金求购此墨迹。戚东家还真是奇怪啊，为何要花重金购买一本旧书呢？这可是古籍孤本，极具收藏价值啊！那哪能是金银所计较的？那恐怕要让戚东家失望了。那请问甄姑娘，甄姑娘是从何处获得此书啊？地上捡的，别人送的，店里买的，总之不是偷的，也不是抢的。甄姑娘说笑了，戚某是真心诚意，想要购买此古籍。戚某身上是有何不妥之处？此书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是他教会了我墨之本源，让我有了养家糊口的本领，也寻得了漫漫求索之路。我时常用这本书告诫自己：若想成就墨道，当心无旁骛，摒弃杂念。因此，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，我不会将此进行买卖。
好，那戚某就不夺人所爱，想必这本书在甄姑娘手里，也是她最好的归宿了。但不知戚某可否借此书在这翻阅一下？请自便吧，不要弄坏它就好。好。甄姑娘，是否在寻找这符啊？戚东家对制墨配伍也有所研究。凡人360劫，9窍5脏6腑，想必这符是牲畜之内符。我之前也有过此猜测，不过此处被墨迹晕染，瞧不真切。好，那戚九愿意为甄姑娘寻得此物，3日之内必定送到府上。此事劳心劳力，就不劳烦戚东家了，我自己解决即可。甄姑娘给戚九一些时日，戚九定会让甄姑娘看到我愿与李家合作的诚意。哎，你随便吧，随便吧。你这看个书，在这儿唠唠叨叨的，你把此书还给我，还给我。我这烟还没烧完呢，你在这儿也是碍事儿，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吧走吧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快走吧。眼不见。甄娘，在磨坊里进展如何？齐研墨恢复，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儿啊！别说甄娘了，就连六伯进展也都不大，何况怎么了？磨坊里上至少管事，下至一众伙计都不服他，想必甄娘这2天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娘，所以我在想，要不要我去跟大和叔嘱咐一声？这甄丫头，若是真想走制墨这条路，不管是认祖归宗，还是自立门户，就得在磨坊服众。这道坎儿她必须得过呀。当年你爹、你六伯、你八叔，都是这么过来的。这不对啊！怎么不对？这生料、数量和配比都不对。这我如何配料？如何烧烟啊？不行，我得去找那个少管事问问。啊？少管事，狗儿送到烟棚里的生料是您经手的吧？正是，有何不妥啊？那批生料、数量、配比，与这清单上的数量皆有不同。您让我如何配比烧烟？甄姑娘，你几次拿了其他烟棚的东西？我知道你苦心做墨，并未与你理论，所以这次分发就扣下了相应的数量。您是扣下了，那我生料不够，我如何烧得了烟啊？甄姑娘可有想过，你拿了别人的料，别人如何烧？他们倘或一时急了，取了下个月的料，又当如何呢？我，甄姑娘，
你一直随八爷学墨，可知这本你最痛恨的登记册子，最早出自谁手？出自谁之手？难不成是我爷爷？几十年前，李家太爷早逝，六爷、七爷、八爷年纪尚轻，压不住磨坊的制墨伙计们，李墨逐渐式微。后来，是七爷力挺大局，八爷没日没夜研究新墨，六爷四方奔波收料送货，七老夫人在家中坐镇，这才逐渐稳住了李墨。有了后来几争共墨权的盛景。那时，我才入李墨，也如狗儿一般跑腿学徒。八爷便带着我，处处事无巨细登记入册，一条一条给李墨立规矩。甄姑娘，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。人人竟称李八爷乃当朝制墨5杰之首，你以为只是因为他技艺精湛？我没有制墨的天分，随八爷学了一辈子，只学得了个谨慎2字，便觉受益匪浅。你要随你爷爷学的还多着。那我爷爷当年也像您如今这般不近人情吗？这是八爷亲自记的记录，你看看吧。这是我出生的那一年。是没想到六爷爷也经常被我爷爷记录在册。竟然还有我爹。少管事，之前是真娘错了，真娘认罚。哎，不敢不敢，我不过是死守着李墨留下来的规矩。不瞒甄姑娘，姑娘刚来时，我的确心有疑虑。可几日看下来，甄姑娘来我李墨，确实不教不纵，日夜不休，一心只想复原故，着实让我心生敬佩。少管事使不得，应当是我向您行礼。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必须讨个说法。怎么回事？少管事，甄姑娘也在啊，那更好了。少管事，这是魏师傅昨日烧的烟台，你看看，啊，都成什么样了？啊，多亏甄姑娘所赐，这半夜溜进磨坊漏了风，这烟台啊，全毁了。少管事，昨日确实是我心急，半夜进了磨坊，这破坏了烟棚使用的规矩。可我昨日来的时候，这烟棚里
早已没有了人，更没有什么烧好的烟台。丫头，你可不能推诿胡说呀！昨日我一直在烟棚里支烟。确实，我亲眼所见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也看见了？对。邵管事，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无论是使用烟棚，还是领取灯油、生料、物料，只要在磨坊里一切行动，皆由您登记在册。我说的可对？那是自然。昨日我亲自向老少那儿领用的烟棚，不信你去查呀。昨日烟棚确实由你使用，但我这里却没有烧烟生料的领用记录。那你烧的烟台用料来自何处呀？莫非是魏师傅违规在先，取了料却未登记？邵管事，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，未登记取料，在磨坊中就跟偷没有差别。不，我或许我是前几日剩的，我也记不清了。你上次领用生料是7日前，可你前天就交了货，我也清点了烟棚，没有剩余的。嗨，瞧我这记性，这烟台是我前几日烧砸的，由于事务繁忙，忘了归档登记了，与甄姑娘无关。既然是误会，魏师傅就给甄姑娘赔个不是。磨坊人多事杂，在下记混了，请姑娘见谅。无妨。都散了吧，上工去。多谢邵管事。爷爷，当时在磨坊里，爹也被罚过银子吗？何止罚过银子啊！磨坊规矩严，你爷爷又总说，师傅伙计养家不易，不忍多罚。那责任最后还不是全都堆到你爹头上了？当时还没你呢，郑良或许记得，有一次，你爷爷罚了你爹1个月的银子，你爹没钱用，又不敢跟我说，你猜怎么着？你爹竟然半夜偷偷的去翻我的嫁妆，被我当场逮个正着。啊！哦，有一晚你追着爹打，还追出了屋，是那晚吧？娘，是真的吗？娘，那还有假呀？竟然敢偷我的嫁妆，气死我了！所以啊，甄娘、秋娥，你们记好了，以后你们的嫁妆可得藏好了。那男人呐，一个个的，全是大萝卜。爹，我没说您啊。娘，谢谢娘。拿我哥是大萝卜吗？你哥呀，是笨的像萝卜。娘，说你呢，笨的像萝卜。来萝卜，多吃点大萝卜。我也要。吃。哥，你多吃点萝卜。别说话。甄娘，跟着少安好好的学，他能教你的，也未必教得到。甄娘知道的。烟台烧得怎么样？只要加了荤油，就有洗不尽的油花。我试了几种法子，效果都不是很理想。不过爷爷您放心吧，我这个事情已经有了眉目，
再不济，我就将那些牲畜六腑一一试过，总能够找到合适的配伍。那就好，快吃饭吧。何种牲畜不知，何种内腑不知，光要是配伍就要试将近100种，何时是个头？看来甄姑娘还是不相信戚某啊。我从不将希望寄托于人。中卿之府，为胆。这几日，戚某乃是夙夜奔波，拜访了诸多红学大儒，这才确定古籍当中所在乃是中卿之府。之前态度多有得罪，戚东家莫要见怪。哪里，只是虽然戚某已经确定这古籍当中所在乃是中卿之府，不过具体是哪种牲畜的胆汁，戚某戚东家已经帮了我许多，剩下的我自行解决即可。请。多谢啊！不客气。戚东家还有何事吗？若是没什么事的话，请自便吧。请吧。好。八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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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八爷，镇江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方，
爹，快了，快了。京东，京东，别做了，真娘已经成功了，她把气焰古墨的超品砚台复原成功了。七祖母，真娘成功了。真娘啊，这气砚台大成啊，李墨便有救了。真娘，是你救了李墨。七祖母替李墨谢过你。七祖母，您快请起，这如何使得？七祖母不必言谢，这是真娘应该做的。这七砚古墨的砚台配伍已经完成了。只要完完整整地复原出七砚古墨，还有无数道工序。七祖母今日将这件大事全虚全意地交到你手上了。七祖母放心，真娘一定不负您所托。
这青椒10万锤，少了一锤，便是毁了李家的名声啊！娘，咱们要对真丫头有信心。追上来吧！没事，你们继续，不用超度车。我看不见。怎么了？没有。张管事。老夫人，七婶，这便是真娘复原出的7烟古墨。春夏秋冬，为何要用4季做雕版图样呢？这是真娘提议的。她说啊，这4季图暗含着制墨的不易，也希望好墨能伴人长远，1年4季墨色不绝。哎，对了，这上面描金还是少管事亲笔描绘的。惭愧，跟着八爷半辈子，墨没学成，只学了些皮毛。七宗母，这墨复原的如何？好得很。真娘啊，一块墨烧烟几百碗，合胶上万锤，还需雕印、脱模、晾干，制墨不易呀。这里有整个磨坊里的墨工的辛劳。真娘懂得。爷爷，7烟墨复原出来了。
稚气淹没，心思一浮，就会有媚色。这墨金石如玉，我们李墨好风骨。好风骨。小妆映铜镜，胭脂成红衣。回墙青砖掩湿篱，孤雁落成屏，孤芳难自已。过往细细无归期。一抹微风，为我添妆；一抹微影，引我心上；一抹微声，与我荣光；一抹为我痴狂，纵我心光。一抹微风，为我添妆；一抹微影，引我心上；一抹微声，与我荣光；一抹为我痴狂，纵我心光。以爱为我，你让万物生。